在城市中间，每个人都大汗淋漓，但时间不会停歇，互帮互助，只为更好的生活说声谢谢。镜头一转，大家来个合照，一起比个耶。每套房子都有他们特定的住址，每个角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酸甜苦辣是无法避免的奋斗史，这就是我们爱的那个美丽的都市。在这里生活处处充满精彩，每个小人物注定都不会平凡，即使再苦再累也要拥有期待。房子一套套售出，不只是为了买卖。在你休息时，智人飞快抵达；在你无助时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辛苦，可我们始终笑哈哈。这就是 City， 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在你休息时，智人飞快抵达；在你无助时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辛苦，可我们始终笑哈哈。这就是 City， 是我们共同的家。The people 都争做自己的 hero， 为了机会绝对不等候。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城市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这里的 people 都在做自己的 hero， 为了生活拼命加油。这是你的家，也是我的家，就让我们一起好好照顾。哎，到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这边请。好好好好好。来，哟，这就是小时候常听长辈们提起的向家老宅啊！哈哈，我今天终于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哈哈，啊，对了，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拍一个视频啊？啊，您随意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向家老宅。我们向家老宅还是很气派的，哈哈，还有大花园呢。而且我们这个老宅子啊，保护的还挺好呢。啊，对了，刚才我还听说啊，爷爷的老管家他的后代啊，还在帮我们看房子呢。没想到吧？来来来，再看看花园。哎。啊，徐先生，我来之前啊，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说像这样的老宅子，在上海可以卖到平均单价30万人民币1平方，真的假的？2017年的时候呢，巨鹿路有一栋老洋房，曾经卖到了单价每平米40万，天价。所以呢，主要不是在房子，而是在占地面积。？Amazing， 看来还是上海的有钱人多啊！老洋房呢，在市场上具有独有的保值价值啊。现在在外面的新房子有很多，但是只要有地，那就不缺新房子。是。但是老洋房不一样啊，老洋房呢，不光是用来住人，它有自己的历史，它曾经的主人和曾经在这发生过的故事，那都是老洋房的组成部分，是不可复制再生的稀缺资源。现在挂牌的老洋房呢，也就这么多，所以一直都蛮抢手的啊。有一部分人买老洋房呢，是因为他是他的铁杆粉丝，买来是用来当藏品的。啊，这边，向先生，向先生，这是耿叔，耿阿姨。哟，耿叔，耿阿姨，我代表全体向家人，谢谢你们了啊！谢谢了，来，哎，谢谢。哎呦，向先生，哎呦，向先生，您可不能给我们10大礼，我们受不起。只要你们能回来，把这房子收了，这就完成了我们耿家人3代人的心愿呐！哎呀，耿叔，感动啊！我实在是太感动了。70多年了，你们竟然把这老宅子维护得那么好。劳苦功高，劳苦功高啊！真的要太谢谢你们了。耿叔，要不我们坐下来说？那也行，来，行，坐，念坐。哎呀，契约精神，你们这才是真正的契约精神呐！啊，对了，耿叔，当年你有没有和我祖父签什么合同啊？我应该付您多少工资呢？麻烦你把总数算一下，加上利息，我转给您啊。去把东西拿来。啊，还有这个房屋修缮的费用，也麻烦您尽快的拉一张清单出来，加上利息，我一块转给您。向先生，我们祖孙3代帮你们看房子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利息啊就不谈了。哎
能不能把这几十年的修缮费给我们些就行了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耿叔您放心，该我给的1分钱都不会少啊！好。哎呀，这老宅子，阿姨，我来吧。小心点。谢谢。向先生啊，要不还是进去看看吧？哦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耿叔，来，坐。这个，徐先生应该和您说了吧？这次回来呢，我是卖房子的，明天就约了买家见面，所以呢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请您和您的家人尽快的搬出去啊？搬出去。啊，向先生，耿叔不能搬走。我也要见买家。耿叔，您见什么买家呢？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结束了，您的任务完成了 ，over， 结束了啊。先生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赠与书，是你爷爷向玉荣当年把楼下这2间房子赠给了我爷爷耿长青，后来我爷爷就传给了我爹，我爹又传给了我，你好好看看。赠与书，这真的假的？这个啊？向先生，这上面有您爷爷的签名，还有保人的签名。耿先生，我只听长辈说请你们过来看房子，并没听说把这房子送给你们呢。啊 ，sorry， 这个什么赠与书，我不承认。耿先生，我可以多付给你工资，加倍都行，但是你不能狮子大开口，转过头来讹我们家房子，是不是？公家花园那个案子，表姑奶奶那家人站房不走，就是想吭吃一口吃一块大肥肉。那耿叔会不会也想哐吃一口？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啊，就是弄明白那份赠与书的真假。既然是赠与书呢，那当初起码得1式2份吧，1加1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找到向家的那份，就能证明耿家的这份是真的。不是，如果向家想刻意隐藏赠与书，耿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要是向家人，他没有刻意隐藏呢？你是怀疑这份赠与书是假的？我的意思是啊，也许这2个人都没有撒谎。这都过去71年了。向家人有几次搬家，这么小一张纸，可能早就不见了。也许向文森他也没撒谎，他可能是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张赠与书。那有谁能够证明这份赠与书是真的呢？现在科学都那么发达了，不是有一种方法用什么同位素碳14啊、钴60啊之类这些，能测出指灵吗？用这个方法不行吗？985大学毕业的，书呆子，幼稚。你说的这个方法根本就无法判别赠与书是真是假。凭啥呢？你想啊，如果耿叔就是刻意造假，他就找了一张70多年前的纸做了这个假的赠与书，又或者这赠与书干脆就是71年前造的假，你那个方法还测得出来吗？建哥，你好聪明啊！985就没想到这一层。现在呢，只能证明那个签名还有那个手印是当事人，才能够认定这份赠与书的真实性，才能进而认定耿叔就是那2间房的主人。那我们下一步呢？该怎么办？下一步，以这个向玉荣的身份，他既然找人作保，肯定不会找一个平庸之辈。你先带着卖家走程序，我呢，去查一下这个米海棠。来，
吃饭。 71年了，我们老耿家给他们家看房看了71年了，终于把他们盼回来了。不说感激的话，反而说我是骗子。哎呀，我们要是想讹他，还会等到今天。他居然不承认这个赠与书是真的，说是假的。我老耿要是能作假的话，我把整个相公馆都说成是我的，隔了3代了，他能怎么着？就是嘛，我们要把钱看得那么重啊！我早把这个空房子我都租出去了，我能收多少钱啊？来，吃饭吧。我爷爷当年为了保护这个相公馆，被造反派打折过腰。爷真不值得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一家子都是死心眼儿。你爷爷这样，你爸这样，到你还这样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一家子人就是忠厚之人，受人之托，那就得忠人之事。忠人之事，现在可好了，好不容易把人东家盼回来了，人家不认你这个赠与书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要不我把儿子给叫回来？干嘛？打架呀？难道人真的要为财死啊？啊，向先生，嚯，哎，这是我的办公室。哟，那么多奖状，哎呦，讲究，看看这环境，不错不错。林先生实力雄厚啊，我们相公馆终于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主人了。哎呀，向先生什么都得讲缘分。是是是，没错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房店长，坐。哎呀，想必我的心思呢，房店长已经转告给向先生了啊。没别的，就是希望呢，能够尽快的办手续，尽快的过户。我啊，也想马上把事情办成，但我这老宅子吧，人还没清走呢。人？什么人？就是给我们家看房子的。后来看着看着吧，竟然想分我的房子 ，so crazy。看房子的？林总，就是您上次见过的耿运来先生，他有赠与书，所以这姓耿的以为凭一张破纸就能成为相公馆的主人了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吧，让他准备好律师打官司。我倒想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。向先生，真没到打官司的地步，咱有话可以好好商量。耿家也是明事理的人，不会胡搅蛮缠的。每平方米价值人民币30万，但凡是人，都不会不动心吧？啊，向先生，照您这意思，你是说那个赠与书，它会是假的？他们耿家也没法让我相信，这是真的。向先生，您虽然不能认定这赠与书是真的，但也没有证据判定它就是假的吧？哎，房店长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看。哎呀，房店长着急了。这样，这个事情呢，交给我来办，我一定会妥善的呢，把这个看房子的耿叔给安排好。大家尽管放心了，交给我。来，喝茶。握手，来，握手啊，真乖。这向文森坚持要耿叔他们搬走，我劝不住啊。法律上讲呢，谁主张谁举证。耿叔只有一份赠与书，不过硬。那怎么办呀？只能委屈他们先搬出去。他们这一搬走，估计真的回不去了。中介呢，最讲究的是公正。虽然说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啊，但是我认为吧，我们还是应该多帮帮耿叔。毕竟71年恪守诺言、不离不弃，像这样的忠厚之人还吃亏的话，
那以后还会有谁敢讲诚信啊？你嘴上虽然说公正，但我看你在情感上已经有偏袒了。行业无情人有情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还是要感谢林茂根的，要不是他非要买什么大王的房子，就凭耿叔家的能力，这不知道几代人以后才能找到向家了。这向家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还在，虽然都在同一地球上，但好像平行时空一样，会永远不相交下去。林总人挺好的，真的。你看他为了完成心愿，都不和我们讲价，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他还主动说了，要妥善安排耿叔夫妇。这么爽快的买家，多难得呀！对所有不正常的事情，我们都持怀疑态度，是吧，二发？老耿啊，我知道心里不痛快，有什么话那就跟我说呗。我当然不痛快了。向文森居然说我那个赠与书是假的，我都50多岁的人了，我能作假吗？在他嘴里，我都成了骗子了。哎呀，老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猜这个向文森呐，他一直住在国外，他不了解咱们这边的情况啊。那国外他都是契约关系、雇佣关系，所以呢，他早都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情2字，他更理解不了，那会有这么深的主仆情谊。我们正在为耿叔找证据，力争在换房产证之前能重新析产，为耿叔加上名字。很好，我计划是这样的啊，咱们呢都不要耽误时间。方店长，你们呢继续找证据，老耿，你呀，先搬出去。不搬，在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，我就住这儿，哪儿都不去。哎，老耿，你别急呀，你听我说，这相公馆，向家他们早晚是要卖的。是的，我们作为房主之一，我也希望这个房子早点卖出去。这不想法都一样了吗？哎呦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所以呀，咱们现在这是齐心协力，尽快的把这个程序，给它顺利的走完。最终呢，你们能拿到钱，我呢拿到相公馆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地契换成房产证啊。这政府很快就要勘核土地了，这块地，这有多少年没补地价了？不补地价是换不成房产证的，房产证换不到手，你这个相公馆根本就不能上市交易的。我这2间小房子也要换房产证吗？当然得换了。哎呀，老耿，你算没算过呀？就这2间小房子，补地价需要交多少钱呢？一般来说是房价的1/10，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。还靠你们，能补得起吗？老耿啊，所以呀，还是要和气生财呀，不要激怒那个向文森。你们呢，先让他替你们呢补完地价，再带你分钱，这多好呢！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搬走，影响向文森的进度，他可是一外国人，他在咱们这儿的签证是受时间限制的。那万一哪天他生气，他不卖了，那这套房子不又丢给你们管了？老耿，你说咱们都多大了，还能撑多久啊？再有啊，这房子的主体建筑，哪天这朽了、塌了，那不光是向家要来找你呀。这房子是挂铜牌的，到时候政府也会来找你呀。到时候你能跟政府说，卖房子的时候
我是主人，那房子塌了，不归我管了，这行吗？根叔啊，我觉得林总说的有道理。徐店长最近正在帮您咨询律师，律师也说，咱仅有这一张赠与书说服力是不够的，要在法律上认定您是这2间房的主人，还需要找其他的证明。报告，你们先搬出去，啊，等我把这个相公馆装修好了，我再请你们搬回来，还不可以吗？说心里话，我们也不想老住在这里，年纪大了，想跟孩子们住得近一点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孩子在哪儿啊？九亭。这不就简单了吗？哎呀，房店长，我九亭还有一套房子呢，一直都空着呢。这样，老耿，要不你们搬过去？你放心，我不收你们房租，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可以吧？林老板，不合适，那是您自己的房子。房子可不就是靠人气儿养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们住总比空着强吧？如果你们觉得住在那儿不自在，那就这样，我拿九亭这套置换这2小间房子，可以吧？我们林总九亭的房子4万多一平米，大概有180多平，4室2厅，豪华5星装修。太大了，我们就拿这2间小房子换你们180平，不合适。哎呦，给别人不合适，给你们绝对合适。老耿，你听我的，你们呢，先搬过去住，感受一下。觉得住得爽，你就换；住得不爽，以后咱们再搬回来。根叔，这是目前最好的一种安排了，要不然就按林总说的，您和耿妈妈先住过去。老耿，咱们的置换手续随时都可以办，咱们呢就委托房店长帮咱们办。老耿，这下放心了吧？你们过来帮林子的朋友搬个家，立刻，马上。Let's go， 渔火海上彩虹中的东方之城，车水马龙四通八达，开启每一天的行程。削着大饼油条，喝着豆浆，走出热闹弄堂。向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啊！哦，谢谢谢谢。好嘞，路上还顺利吧？顺利，挺好啊。这边。向先生，这2张表格要麻烦您填一下。好。都是些个人资料。你慢慢填，不着急。对。那个申请书带了吗？申请书，这呢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在你无助时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辛苦，可我们始终笑哈哈。这就是 City， 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哎，这西转登记表在哪儿？我送进来了。那，这看。相公馆建好后，产权一直没变更过，一直属于向家的。奔波在城市中间，每个人都大汗淋漓，但时间不会停歇，互帮互助，只为更好的生活说声谢谢。镜头一转，大家来个合照，一起比个耶！每套房子都有他们
们特定的住址，每个角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酸甜苦辣是无法避免的奋斗史，这就是我们爱的那个美丽的都市。在这里生活处处充满精彩，每个小人物注定都不会平凡，即使再苦再累也要拥有期待。房子一套套售出，不只是为了买卖。在你休息时，指针飞快抵达；在你无助时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辛苦，可我们始终笑哈哈。这就是 City， 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在你休息时，指针飞快。同志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几分钟时间。是这样的，我呢想找一个民国时期的人，这个人叫倪海棠。我刚刚在楼上的地方志办公室找过了，他们说他们的系统里找不到。那我就在想，你们这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啊？他们那儿找不到的话，我们这儿也没办法。您还是上别的地方找找吧。谢谢。我这一晚上都没有睡着，总觉得这不像咱们家。我也是。哎呦，我都不敢坐。你看，我也一直在这站着呢。这房子也太豪华了，比咱们原来住的那好多了，是吧？你说林老板他就是仁义，比向文森好。不该他管的事情他也管，好人呐。那，咱坐坐。坐，来，坐。就是你看这多舒服着啊！哎呀，脚放下。是。我们能在这儿住多久啊？徐店长不是说了吗？帮着咱们找证据呢。等证明我也是县公馆的人，咱们就搬回去啊。万一徐店长他没找着证据，那林老板还认不认账？他可是说了要拿这套房子跟咱换的。但咱也不能老赖在这里，能借咱们住几天，那就是一件很大的恩情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向家要是不同意，那咱就落个两手空空了？你看你怎么老说这丧气话呢你？要真是那样的话，说明啊，咱就没这个命。哎，你心倒是挺大啊！你们老耿家几辈人，71年的奉献啊！那你说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拿我这老命跟他谢文森去拼吗？他不仁，咱不能不义。向公馆的勘测工作结束了，你查怎么样？有没有头绪啊？我这边马上可以换产证了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这个倪海棠就像水滴入海一样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我都怀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用的是化名啊？保人，什么是保人啊？就是用自己的名誉去做背书、做担保，那怎么可能用化名呢？就算在万恶的旧社会，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！你是在怀疑耿叔吗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耿叔不像是撒谎的人。管我直觉有什么用呢？没有证据啊！幸亏买家是林总，这耿叔也是好人有好报。我总觉得吧，耿叔他们现在稀里糊涂的住在旧厅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总归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是呀，你说什么时候林总能把房产过户到耿叔名下，那这事才算了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帮耿叔找到新的证据。还有水吗？
哎，文昌，这件事情你来找我，算是你找对人了。你真知道啊？当然，你赶紧说啊。不要急啊，在我这里呢，我提供的都是有偿服务。你是我的老同学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我会有什么好处。价码谈得拢的话，哎，你有问我有答呀。行，我给你做顿好饭，我亲自下厨，可以吧？话说，在民国的上海滩，这个倪海棠啊，那跟我是同行，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，他名下可教出了不少响当当的大律师啊，很荣幸，我的老师就是他的学生。那照这么说的话，他是你的亲师爷啊？严格意义上是的。你说这么有名的人，在各种地方志和档案里都完全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人啊，比较低调，只是在业内闻名。那他有没有什么后人啊，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人还在你们学校任教的吗？哎呀，这个很遗憾。后来这个倪海棠啊，他去了台湾，跟我的老师呢也失去了联系。我们只知道，他这个人后来变得很消沉，改了职业，也改了名字，说是去专心的写什么推理探案小说了。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一个卖房子的人呢，你打听这个人干嘛？是这样，我不是有个老洋房在做西产吗？现在产权呢涉及到一份赠与书，倪海棠是保人。现在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呢都已经过世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倪海棠很有可能也已经作古了。那这线索就断了。人是断了，但是事情未必断得了。也许这个赠与书它可以自己说话呢？怎么说？哎，我是可以点菜的吧？我点佛跳墙，好吧？不行，那太难做了。那蛋炒饭我用你做吗？哎，你做就做，不做就算呀。你说就说，不说算了。鬼跳墙你都吃不到。好，那你得给我写份保证书。我们这些学法律的，讲究的就是个证据。我怎么写啊？我没纸没笔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这里都有啊，并且不用你写，我让他们打印出来就好了。你只要签个名，然后我会把你的这份保证书发到朋友圈里去，让所有人来监督你执行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不是帮你想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还得为人师表呢。佛跳墙，我给你做啊！哎，徐文昌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要做太多菜，一道佛跳墙即可。倪海棠啊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神啊？能不能快点出来呀？天天把我耗在这个上面，我那么多大事等着我去做，我哪能走耗在这上面？钱早都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恭喜向先生，
终于拿到房产证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perfect， 哟，不错不错，第一步算是完成了啊。那我和林 Sir 能办过户手续了吗？还不行，目前产权还有争议，还要再等一等。如果耿运来能够证明他是部分产权人，那这个产权变更还会有点麻烦。那还要拖多久呢？林总，流程还是要过一下的，好饭不怕晚。我怕晚呢。我生日大宴马上就到了。王店长，你是哪一方中介呀？怎么，我花了钱，你不帮我，你倒帮着别人去了？林总，其实到现在，您还没有跟我签中介合同呢。我之前找房东、找房源、换证核地，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，您还都没付我钱呢。要不然，咱今天就把中介合同给签了。王店长，我做这么大买卖啊，我在乎这点小钱？哎呀，签合同我是要签的，但是我要签一个能交易的合同，是不是？要是相公馆我买不到手，你说我签这个合同有意义吗？还有啊，耿运来那边赶紧帮我搞定喽。我会尽力的。你放心，王店长，事成之后，我林茂根不会亏待你。明白。谢谢谢谢。来这边走。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弄了一身灰。我申报了老鼠洞都掏遍了，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倪海棠的影子。你打不出来，太难受了，我这鼻炎都犯了。喝口温水。你那边呢？林总签了中介合同了吗？林总的意思啊，是等相公馆产权明晰了，再跟我们签约。哎，你盯紧点啊！林总可不只找了我们一家中介了。呸呸呸！鸭嘴。怎么那个徐文昌到现在还没调来北京啊？调令发了吗？你这次的行动力大不如以往啊，是不是因为谈恋爱分散了精力啊？啊？安总，我前段时间特意飞到上海跟徐文昌谈了老宅部的事情，也向他表达了你想重用他的意愿，但是他把我拒绝了。你要问这个人有没有能力，确实有，但是你要问有没有志向，我是真没看出来。以前我认为是他格局小，但现在看来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安总，咱们总部派去的房似锦真的是个好苗子，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，已经开了一单老洋房，正在开第二单，而且比第一单的标的还大。如果说第一单他凭的是运气，那么第二单纯粹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像徐文昌这样收编的外来人才，确实是值得我们重视。但是房似锦是我们安家天下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才，这是嫡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他一些呢？这个房似锦是你一手提拔的吧？那我大言不惭地说，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所以无论是从工作能力还是人品，我都非常了解，我可以打保票。你这叫举贤不避亲呐！啊，是。我建议啊，让房似锦再好好练一段时间，历练历练，然后直接把老宅分部交给他。您觉得呢？也好，这样呢更能服众。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他呀。哎呀，他跟您一样，不是在公司，就是在去公司的路上。所以呢，我来公司找他，就是一逮一个准。你们晚上约好有什么活动吗？
没。那这样吧，跟我回家，一起吃晚饭。好。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，我发个文件。好，那您先忙着。哎，你说你啊，给我指了条兔子让我撵，你当我是猎狗呢？我这几天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我给你指的可是一条明路啊！上海滩老报纸没有登吗？还是你没有仔细查呀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所有的报纸都快被我翻烂了，我恨不得把那个字一个一个抠下来吃掉。从签赠与书那一年开始，一直到申报停刊，需要将这个我所有的不管是电子档还是说纸质版，我全部都翻烂了。我2个手翻得乌漆麻黑，我过敏性鼻炎都犯了。不充分的问题。这个涉及人口变动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大问题。我记得倪海棠有个姐姐叫倪海红，当年也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社交名媛。你可以从她那找些线索呢。不搞我好吗？倪教授都多大了呀？人都已经做古了，他姐姐得多大？100多岁了，你让我上哪儿找？成本呢是普遍过高，这个年轻啊，尤其是像北上广深这样的1线城市，家庭的教育成本上升。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教育局普局长那是倪海红的外孙，你可以找他问问的。一直以来都是处在这个全国领先水平的，但是为什么上海白领他管倪海棠叫都普遍患上舅公啊？孩子当然啊，教育的这个忧虑症呢？我觉得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。哎呀，但是人家是教育局局长啊，我怎么找他？教育质量。你前年不是也上过这个百姓热线这个栏目吗？你看啊，这个记者啊采访过你，也采访过普局长，你怎么就不能找他，让他帮引荐一下呢？对于教育的投资主要是分4个途径来实现，第一个就是择校，第2个就是学区房，第3个是送孩子出国。这是那个方记者吗？哦，对，有一次他那个采访的对象飞了，然后找了我去给他顶了一下，我给他做过一期节目的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中国的名校，这不是我又帮你想起来了吗？跟你没关系，这是我好人好事做多了，这是我的福报。上海中学，徐文昌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来了啊！再来我真给你收费了。一个人走那么长的路，人会慌张，让一程一程回忆散开，渐渐退场，沾人烟的橱窗，断了电源的音响，上面似曾相识剧场，能不能干脆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别小心翼翼的隐藏。我听说流星啊，听见小小的愿望，能遇见阳光。我只想慢慢收拾心爱的收藏，拼装成暖暖的橱窗，把治愈的荒凉写了很久的药方，定格成回家方向。一个人走那么长的路，人会慌张，让一程一程回忆散开，渐渐退场，沾人烟的橱窗，断了电源的音响，上演似曾相识剧场。能不能干脆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别小心翼翼的隐藏。我听说流星啊，听见小小的愿望，能遇见阳光。我只想慢慢收拾心爱的收藏，拼装成暖暖的橱窗，把治愈